北投温泉乡的黄冈溪再造工程，从原来瞧都不会瞧一眼的水沟，变成美丽的生态溪流、清水人行步道桥。从开工至今只用了2年，却能有如此令人惊艳的大改变。除此之外，黄冈溪的上下游也有重大开发进行中。今天就来盘一下北投黄冈溪再造的故事，就请听我娓娓道来。黄冈溪是滋养北投的命脉，孕育了北投的温泉文化观光产业。这条长约6公里、流域面积11.6平方公里的溪流，发源于大屯山西峰与南峰，流经北投精华地段，最后汇入了淡水河。随着都市化的脚步，土地需求激增，许多河段被水泥加盖填平，变成了马路建地。过去黄冈溪被居民戏称为垃圾溪因为沿岸经常被乱丢垃圾，加上家庭废水与旅宿温泉水的排放，溪水乌黑恶臭，半点生命迹象都没有2018年北市府启动了北投之星 X 计划，主要大项就是黄冈溪再造，目标让这条水沟重获新生，恢复成溪流。这项计划的挑战性很高，不仅要处理严重的污染问题，还要兼顾防洪、生态富裕、景观美化。黄冈溪再造计划并不容易，计划分为多段执行，其中 C 段延寿桥至西安桥是核心且最具挑战的部分。这段河道涉及都市计划变更、交通动线调整与既有道路的重建。C 段工程经历了4次流标，因为工程复杂与协调难度高，没人想要投标，终于熬到2023年7月才成功发包出去。工程的一大亮点是环地于河的理念。黄冈溪两侧原本各为单向车道，将在西侧合并道路成为双向车道，原东侧车道则改成河道，融入生态公园缓坡设计，让溪流与周边环境自然衔接。计划强调以人为本，精致的串联人行动线。看看这精美的人行道，反了，这世界反了。人行道居然比车道还宽，超过10公尺宽的人行道，总统府前的人行道都被比下去。工程不单只有搬移河道、车道那么简单另外还有地下污水道的设置、施工期河水引导、交管也是很大的工程，尽量在最低影响居民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施工。新车道下设有污水下水道，让污水彻底与溪水分离，污水最终被送到处理厂妥善处理。对于原本占用人行道的三合池也做了调整修饰，让整体更美观不矮压。台湾的小庙好像普遍都会自动增生扩张地盘。为了让生物能够重新回到老家，采用了自然的生态工法，没有使用传统的水泥护岸，而是利用石块、木桩等自然材料，营造出多孔隙的河岸环境，让生物有了栖息处。此外，还在溪中设置了许多砌石叠水工，借此增加水中的溶氧量，改善水质。在改善水质与生态的同时，防洪工作也不能落高透过拓宽河道、加高护岸，黄冈溪的防洪标准从过去的25年防洪频率提升至50年。沿岸还设置了自行车道、景观桥、步道，并种植了多样的植物，能更亲近这条河流。黄冈溪的再生唤醒了北投的历史记忆。过去黄冈溪流经的温泉区，吸引无数游客，推动了商业的繁荣。如今黄冈溪的再生，让大家重新认识这条溪流，延续北投温泉文化。2019年黄冈溪的可行性评估启动后，北市水利工程处与社区居民、专家学者展开多次现勘与讨论工作坊，试图在都市发展与生态富裕间找到平衡。无数场的说明会在北投举办，向居民分享计划愿景，并邀请市民共同构思黄冈溪的未来。例如，就有居民提出设置泡脚池，于是竹汤驿站就成为改造的新元素，将于黄冈公园临近大兴街处设置竹汤驿站。现在施工围篱已经铺上了，开始打除水泥路面，预计明年5月完工。工程要做得好，跟社区居民做充分的沟通讨论是绝对必要的。
资深居民对于在地的文化历史情感，肯定比外部人还要熟悉很多。因此，老乡亲的意见都是能够帮助工程提升的重要反馈。这个案子的主办单位北市府水利工程处，在社区充分沟通上做得非常棒。不是大拇指就是一定是大拇指啦。说到黄冈溪，就不得不提到一旁的奇岩重化区。还记得20年前，这也还是荒烟蔓草的沼泽地。2010年起整合重化，成为全台湾第一个以自然生态为特色的纯住宅重化区。绿覆面积超大，占了40%。区域内有5座公园绿地。重化区在西侧预留了3座公园，就是为了衔接黄冈溪再造计划预留伏笔。还记得当初这里的房价每平均价大概50万出头，现在9字头已经是常态。如今这个河岸再造就将帮奇岩的房价上了护城河，破100万也是毫无悬念了。当初没买真是捶心肝。你捶心肝的机会可多了好吗？顺道看一下黄冈溪上游的工程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北投市场改建。就北投市场今年10月将开始拆除工程，目前有大楼的模拟图释出，设计得非常新潮时尚哦。现在的公共建设外观都十分的有想法，值得北投人拿出来说嘴。修蛋一嘞，这是落选的设计，最终得标的是这个版本。评选委员的审美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预计2030年竣工，等市场完工后，临时市场迁回，再将临时市场改回公园，黄冈溪流域就能全数回归。你说什么？我感觉到全部都回。另外就是更上游段的长安公园，原本只是黄冈溪水泥加盖，2022年已经改造成美丽的现行公园，一路从北投市场通到新北投站，散步起来是相当舒服，不伤眼睛。至于下游部分，目前有2个进行中的开发大案。华固创汇中心这一片超过6000坪的土地，是正大纤维的旧工厂土地。华固携手正大纤维共同开发，规划打造4栋顶级商办园区，初估总销挑战500亿元，将要居台北市前3大顶级商办案。有没有高潮？这里还是北投吗？建地旁的展售中心弄了 bling bling， 加上超大的 LED 萤幕， AI 科技感十足哦。基地位置又靠近七里岸站，有搞头。另一个就是富邦人寿保险公司的新办公楼，采用 RC 预铸工法，地上结构施工就像拼乐高一样，建造速度飞快。RC 预铸工法真是拼速度的好朋友。不到1年时间就盖到6楼楼板，估计年底就能9楼封顶。最重要就是北市科辉达进驻带来的相关产业链的资金狂潮，巨量级开发计划让北投士林生气蓬勃，正走在黄金时代的大道上。黄冈溪再造工程将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水沟变成最有价值的溪流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硬体建设。黄冈溪的再造不仅是对一条河的救赎，更是一座城市对自然环境的疗愈。追踪这个工程2年，觉得很感动哦。台湾的工程除了技术上越来越精进之外，在建筑、人、环境的连结也是越来越精致细腻。这体现出台湾建筑持续在往更高的层次迈进，可以散发出温度的建筑。OK， 又到尾声说拜拜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欢迎按赞订阅。YouTube 会推播给你更多相关的内容，也欢迎留言分享讨论你的看法。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。